它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中后期，它是中国近代史的独特记忆，它浓缩着中国近代史的血泪兴衰，它就是国民革命军军服。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王朝命令袁世凯筹建一支新式军队。这支新军从刚成立之时就完全模仿西方军队，尤其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主。新军的编制、装备等等几乎都是照搬德国军队的体系，在着装上也改穿西式军服。因此，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支近现代化军队的组建，也是中国军服走向国际化的出发点。1905年3月，在袁世凯等人的建议下，清朝兵部和练兵处制定了《中国陆军兵变服装服章》。该条例详细规定了新军军官的制服和军衔标志。随后1911年3月，陆军部再次颁布了《奏定陆军军队学堂服色章纪图说》。新条例再次对各级士兵的服装和军衔样式做了规定，也就是从此刻开始，中国近代军队有了属于自己的军服和军衔。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封建习性过深，加上军费的不足，新式军服的改革没有得到完全实施。这也使得新军的制服虽趋于西方，但是不少官兵的帽子仍然留有满式、顶戴花翎的样式。穿着军装、扛着步枪、打着绑腿、戴着大檐帽的新军官兵们，脑后仍然有一条长长的代表清朝的辫子，显得不三不四，令人哭笑不得。公元1911年10月10号，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腐朽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还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没有相应的统一指挥，导致这一时期的军服体系十分混乱。公元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在当年的5月7日，命令陆军总长尽快实现军服统一。但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这道命令执行得很乱，军服的颜色、款式和制衣材料因派系不同，自行规定，极不统一。公元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随即丧失功能，各大军阀更是连年混战。也就是在这军阀割据的时代，中国各地的部队不仅装备混乱，军服也是各式各样，德式、英式、苏式、日式等万国牌服装数不胜数。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正式诞生。为了与军阀部队相区别，黄埔军校以中山服为模板，设计了一套带有自身特色的军服。在形势与军服混乱的这一时期，黄埔建军称得上是中国近代以来军服趋向统一的起点。在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照片上，便能够看出当时制服的混乱程度。照片中站在左边第2位的蒋介石身着黄埔新式军服，而台下的几位军人却还穿着北洋时期竖式军衔的日式军服，但帽子上的徽章并不是北洋军队的5色徽章，而是青天白日徽章。1925年8月18号，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革命军正式组建，而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套军服也就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第一，它虽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套制式服装，但它却成为此后10余年国民革命军着装的基本款式。第二，是它在款式风格上的鲜明特点。第三，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其实早期黄埔军校的学员无论官职多大，都一律着灰蓝色中山服式的军装，戴大檐帽，官兵一体，军队着装完全统一。虽然职位还在，但是服装上没有任何标志表明。而且根据现有资料看来，黄埔军校初建时的军服颜色多为灰蓝色，也有少数为米黄色。而这套军服最具特点的便是上衣的4个外置口袋。还有在建校初期，无论官兵在军服上都找不到军衔，直到北伐开始后，部队中为了方便指挥，才设计了一种军衔臂章，但也仅限于小范围实施。这些军衔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授予。1928年，在取得2次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但是换汤不换药，中国仍然停留在军阀割据的时期，各地部队的军服种类、样式、颜色、材料依旧十分混乱。
1929年1月，在东北易之后，随着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为了结束军服混乱的局面，国民政府便正式颁布了《陆军军常服及礼服暂行条例》，首次对陆军军服服装颁布了制式条例。1929年9月，国民政府又发布了《陆军军常服军礼服条例》。此条例相比于同年1月颁布的《陆军军常服及军礼服暂行条例》，在军衔领章上做了较大改动，那就是把将官的军衔领章由全红色改为全金色，而校尉军官的领章背景色改为其所属的兵种颜色，士官则在领章缀有3道蓝线，炮兵的兵种颜色则由浅蓝色变为蓝色，士兵依旧是使用黄色背景色。在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4月颁布了陆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新式制服首先自中央军开始换装，并且向地方军推广。可能是出于中国与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有关。比如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便邀请德国顾问陆续组建了教导总队和警卫军，警卫军也在1932年改为第5军。这2支部队都是名副其实的德械部队，全部配属德式装备，军服材料也是用的德国进口的黄色呢子，与当时身着深灰色军服的其他部队形成鲜明对比。有不少人将这套军服称为德式军服，但是深究一下便能发现，与同时期的德军制服相比，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其实正如前文所讲，实际上从1924年黄埔建立之后的这几十年间，中国军服都是以中山服为初始版型，再加上每个时期所特有的标志设计而成。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式制服款式基本上使用的是北伐时期中山服的款式，但这其中也受到德式军服与日式军服的影响。这个时期军服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军帽，因为北伐时期所戴的大檐帽对于当时的中国所处形势来说，不仅制作程度较高，而且还不具备野外作战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一种圆筒形布制小帽。这种布制军帽来源于德国军事顾问的设计，其样式借鉴了北欧滑雪帽的款式。仔细对比一下也会发现，它与2战时期德国士兵所配发的军帽相似度较高。但是这种作战军帽刚开始在中国使用时并不统一，有的帽子上的扣子为1颗，有的则为2颗。直到1936年初颁布的《陆军制服条例》后，才对各式不同的作战军帽做出了明确规定，一律将其统一为2颗扣子，并加帽徽的条例。而这次新条例规定的陆军军服，便是我们在战争题材影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草绿色国民革命军制服。经过这次规定后，国民革命军的制式军服逐渐开始走向统一。但是由于各地势力的专断统治，加上材料、工艺、染色、成本等诸多要素的参差不齐，各地部队其实在军服上依然有着不小的差异。那么新式陆军制服条例使国民革命军的制服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